如果有人进了你的家门，给你儿子一个棒棒糖，但是却扛走你家一袋粮食，你儿子还对他感恩戴德，你什么心情？有没有想动手的冲动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咱们来分析一下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7月1号，终于可以抽时间聊聊那个大而美的法案了。实际上，我发现在简体中文圈有两种对立的意见，一种是说这法案好啊，老板受益，我们普通打工的都受益，世界上真有这种好事吗？另一种方案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就是一个杀贫济富。到底哪个是真的呢？我相信80%的人根本就没看过这900多页的法案。但是NBC 新闻给我们做了一个整理，把这法案浓缩成一篇文章。我看完了以后呢，也挺长的。我给你拎拎重点，然后呢，你作为一个美国家庭也对号入座，这个法案对你的家庭收入到底你是受益的，还是那个受损的？我们先看正文。据 NBC 新闻7月1号今天的报道，根据无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预测，未来10年该法案将导致收入减少约4.5万亿美元，同时削减支出约1.2万亿美元，国家债务增加3.3万亿美元。这个结论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的，而是财务机构，就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根据新法案做的预测。这个很重要啊，大卫只是给你转述这个观点。其中我们先看看这个大美丽法案到底是谁受益的，一会儿我再告诉你谁受损了。第一大受益，企业主。第一，减税。共和党正在寻求延长川普2017年的费率法案，该法律将于今年底到期，预计节约成本4万亿美金。第二，州和地方税收减免，简称 SAALT， 预计成本为1420亿美元。第三，打工仔，小费、加班费和汽车贷款的免税，免除小费和汽车加班费为联邦税，这是兑现川普的竞选承诺，预计节约成本1500亿美元。第四，养孩子的家庭，儿童税收抵免，这本质是为了鼓励生娃的，预计成本呢，根据各不同的估算，很可能耗资数千亿美元。第五是移民执法部门用途该计划将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465亿美元，用于修建边境墙及相关基础设施，例如通道、摄像头、灯光和传感器，就是那个建墙是个高科技的墙。该计划还包括为国土安全部拨款20亿美元，以及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拨款299亿美元，预计成本约1500亿美元。第六个就是国防预算增加，相关联的呢，那就是国防机构。该法案包括拨款250亿美元用于金琼导弹防御系统，290亿美元用于造船，150亿美元用于核威慑，预计成本1530亿。整个法案我看了，美国内阁的部门里，第一大收获的部门是国防部，第二大收益的部门呢是国土安全部。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拿好处的？你在不在这个名单里？接下来你看一下美国的法案，它是一个零和游戏，蛋糕它就这么大，有人多拿了，自然就有人少拿。美国政府它没有印钱的职能，印钱是美联储的事儿。所以说，咱们看看谁的蛋糕受损了。第一大，医疗补助削减，共和党将矛头指向了医疗补助计划。该计划为7200万人提供医疗保险，预计节省9300亿。这也是砍的最大的，就是医疗补助保险。这个影响人数呢是7200万。
您的家庭在不在这儿7500万？第二，医疗保险和平价医疗法案削减。共和党称，他们在医疗补助计划中针对的浪费、欺诈和滥用影响了其他医疗安全网，所以说他要砍掉一些平权医保，预计节省资金1700亿。第三，叫 SNAP， 就是福利削减，这个就是吃营养援助计划的人，或者是享受食品券的人，预计节省资金2850亿美元，就是低收入群体。接下来，取消清洁能源税收抵免，该法案将取消拜登总统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下的税收抵免，包括清洁能源、汽车、电力领域的减免，预计节省资金4880亿美元。新能源行业，接下来这是一个受益的部门啊，但受益很少不多。太空计划资金，该法案包括用于太空计划的一大笔资金，其中包括火星任务优先事项100亿，预计成本火星探测费用100亿和空间站转换3.2亿，航天飞机移动费8500亿。随着这个马斯克和老川啊闹掰了，这个100多亿还能不能花呀？不知道了啊。因为目前我知道，好像除了马斯克之外啊，没有人提要探测火星的。接下来，私立大学的捐赠加税，砍的就是大学和这个捐款的。我们来看，该法案将对拥有3000名以上学生的学院捐款投资征收新的消费税8%，有的是4%和1%，预计增加税收7.6亿美元。还有一个受损的不多，但是影响很大，叫做停止资助计划生育啊，预计节省的是5200万，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啊，这不多。再就是债务上限调整，该计划包含将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，用于众议院通过的计划中的4万亿美元。我们说一下我的观点了，当然了，也是这个文章的观点。根据综合的分析哈，这件事儿对老川的基本盘是有帮助的，但是对于美国的长期利益是有害的。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呢？这是大卫我个人的观点啊。首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受益部门都有谁，说的细一点。第一个呢是企业主，他减的是联邦税和一部分的州税，但是大家别忘了，在美国、中国啊，有一条铁律，就是创业都是九死一生。真正100人里当老板的，也就是将近5个人，95个人呢，您是打工的，真正当法人的只有5个人。那你说是少数群体吗？确定。当老板的只有少数群体，而且即使你干到了微软首富这个级别了，他仍然说微软离破产也就18个月的时间。所以说，一般小企业生存死亡有时候也就是1年的事儿。大多数企业的流动资金撑不了1年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是军事和军工部门，它这个1000多亿用了3个方面。第一个是金穷，作为一个防御；第二个呢是造船；第三个是核武器威慑。我作为一个资深军迷啊，我不太赞同这种方式。首先说，你要想打击对手呢，应该是增加你的进攻能力。这次能让伊朗服软的是你的防御系统吗？不对吧？而是你的打击系统，你的比尔轰炸机和你的钻地弹，永远进攻啊比这个防守更威慑对手。第二点，你的核威慑，我觉得美国已经是核弹头最多的国家之一了，你其他人没法给你扔啊，对吧？如果你加上英国、法国盟友的，是可以碾压任何对手的。再花这个钱呢，我感觉是有点浪费了。再就一点呢，是关于这个，如果说你换一种思路，你不想别人来打你，或者他不敢来打你，除了军事手段，有一个最省钱的办法，就是你在全球经贸产业链，你掌握核心的要素，别人打了你，他更过穷日子，他就没有必要来打你了。好，我们再说第3个啊，关于移民执法。
这个移民执法这个强有更多的传感器和摄像头，但是啊，真正秦始皇建墙了有啥用？还不是二世而亡嘛？真正你是挡不住这些人的。其实啊，这段时间有人发现，有一些墨西哥到美国的通道，它是通过地道来的，你那个传感器啊是传感不到下面，因为它地道是足够低。有一些呢是做特殊的人口的那个运输啊，也有的是特种这个违禁物品的运输。所以说这种活啊，强你根本挡不住，钱啊等于就是打水漂的。好，还有一个呢是劳动力上涨，如果你打击遣返更多的低端劳动者，那接下来服务价格它一定是上涨的，因为没人给你摘草莓了嘛。好，我们再说收消费的那个收小费那个群体啊，他确实能够省税，加班费省了，小费也省了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他失去的更多，因为有很多人他在享受这个医疗保险和食品券，给你个棒棒糖，但是你粮食啊被拿走了。接下来我们说，真正受削减的是哪些家庭？第一个呢是医疗补助啊，这更多的是低收入者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汽油价格上涨的时候，炸油条的它也涨了5毛钱。有人就问老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那个汽油价格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油用花生油炸的，你用汽油炸吗？这老王说的，这花生油怎么来的？不是车拉来的吗？我上班不烧汽油吗？我增加了，我凭什么我吃下来啊？我肯定得加到商品里去。所以说，移民执法增加了以后，或者说大家觉得这个医疗补助都没有了，那我看病怎么办？那我1小时20块钱，我现在得涨到25。真正啊买单的仍然是购买服务的美国普通家庭。好，我们再往下。第二呢，就是食品补助，这上面是一个群体。第三个是清洁能源，汽车呀、新能源汽车、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啊，这是受损的。第四个是大学，接下来一定会导致大学价格的增加，尤其是私立大学，因为大学会支付更多的税，捐给大学的人呢也要支付税，那我就不捐了嘛？那钱从哪儿来啊？那就是学费。你如果孩子上大学，接下来就要增加。总体而言呢，你对号入座一下，短期啊，对于老川所谓的实现竞选承诺是有帮助、有加分的，但是对于美国长期的利益啊，我认为是有害的。有两点，美国这个经济呢，它依靠两个核心，一个是自由的思想，第二呢是科技驱动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美国目前就是蓝州贡献给联邦的税去养那些红州，说直接一点，是金融、科技和文化产业养那些石油、石化和农业。这一点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翻我以前的节目，有很多州啊，包括加州、纽约啊，是交给联邦的多，他拿回去的少。但是呢，很多的红州，包括达克萨斯州啊，还有一些内陆的州啊，他交的税收根本就不够他拿回来的。所以说啊，红州你什么时候能够自强了，才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对兰州的依赖。好吗？今天我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。对这个大而美法案，你家到底是受益了还是受害了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明天见。